从今天开始，你将代表龙国在危险的荒蛮界进行求生之旅。求生过程全程直播，但不用担心隐私部位暴露。你在这片世界获得的物资将会有几率随机返还给你所在的国家，目前最低倍率为10000倍。你的命运与你所在的国度彻底绑定。如果你死亡，将会扣除20点国运值作为惩罚。当国运10点以下，你将立即死亡，所在国度也将会被彻底抹除。当前龙国国运为75点，每位选手可获得一个新手大礼包。最后，祝你好运！终于不用再吃那些恶心的营养粘稠物了。3年啊，整整3年。有人知道我是怎么度过的吗？3年前，我穿越来到这片平行时空，人还没站稳，就遇到了灾厄末日的降临。虽然龙国官方极力援助，可仍有30%的人死于意外与饥荒。我的运气不错，被好心人带进庇护所。这一躲，就是整整3年。每天吃的东西，只能用猪食来形容。而且，官方的粮库快要见底了，继续待在庇护所，也不是什么好事。能来到求生世界，我苏寒不是一般的高兴。至少在这里，我能吃到新鲜食物。各位观众，国运求生游戏已经开始，让我们看看各国选手的表现。咱们的1号选手好像心情很不错。咱们的1号选手怎么是个傻子啊？哥，您先别笑了，铁塔国选手都已经在建庇护所了。李教授，您怎么看？这个选手可能是在观察环境。让我们看看其他选手的表现。我们的2号选手林雪，很明显，他是一名医生。从他的新手礼包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运气非常好。太阳能手电筒、匕首、帐篷、压缩饼干，还有放大镜。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。小姐姐人美运气好。天胡开局，有帐篷，至少前期不用担心住处。谁？提示：龙国选手林雪被狼击杀，龙国气运减少20点。哇，什么情况？前后不到30秒。他才刚开完新手礼包啊，人就没了，这也太快了吧！这为什么会这样？这就是国运求生的残酷。林雪选手的开局虽然很棒，可他的出生点太倒霉了，竟然刚好出现在一头独狼附近。如果他能早点离开。现在，请让我们为这位选手默哀3分钟。漂亮国选手菲尔被猛虎狙击，跌落山崖而死。漂亮国气运减少20点。东瀛国选手波多姐不小心踩到毒蛇，因中毒而亡。东瀛国气运减少20点。荒蛮界这么危险，才不到5分钟，竟然死了10几个人。哥，您倒是动啊！急我了，急死我了！情况这么危险，发什么呆呢？完了，他该不会是准备摆烂吧？系统已经存满能量，正在加载中，请宿主耐心等待。我的挂到了。系统加载已完成，恭喜宿主获得神级宗师系统。提示：宿主所有的行为均可被视为被动技能，只要宿主足够努力，一切技能都可以提升到神级境界。检测到宿主正在呼吸，恭喜您学会了被动技能呼吸。呼吸也算技能？这挂有点变态啊！呼吸经验+1，呼吸经验+1。您的被动技能呼吸提升到2级，您获得了增益，肺活量这么快就略微提升。升级了。每分每秒都在进行的呼吸，从1级叠加到神级，那我的肺毁量岂不是会变得比野兽还恐怖？从现在开始，
我宣布，这里叫做苏寒的娱乐世界。我来，我见，我征服。求生，很抱歉，我要征服整个世界。不是，大哥，您连新手礼包都没打开，怎么敢这么嚣张？哥，您小点声，低调低调啊！咱们刚死了一个同伴啊！完了，这哥们脑子真不正常，谁来浇盆冷水让他清醒一下？这些人的运气到头了，让山祖团趁夜潜入龙国边境，国运降低后，整个民族属性都会削弱，这是我们进攻的好机会。好机会！现在该干活了。没吃没喝，天崩开局啊！虽然有斧子，但他敢用吗？一个大学生拿斧子狩猎，笑话。在荒野中，斧子是绝对的神器，这一面能砍能劈，这一面能当锤子用。有毒的、无毒的、药用的，全部被记录其中。这本书也太实用了。有了这本书，再也不用怕采集到有毒的东西，面对毒蛇也不会束手无措，还能收集有用的草药。不过，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寻找干净的水源和长期居住的地方。亚寒带针叶林气候类似于枫叶国，冬季漫长，夏季短暂。如果不早早建立一个庇护所，一旦降温，我绝对会被冻死在这里。先攒点弹药。你已学会被动技能投掷石子，目前等级1级，技能升级后可提升命中率。你已学会被动技能徒步，目前等级1级，技能升级后可略微减少体力的消耗。来得好。这是在干嘛？不是，哥，你倒是找水源啊！扔石子有什么用？能充饥吗？选手迷惑行为大赏。又捡？这人有病吧？林雪都死了，你还在玩，也不怕活不下去？李教授，这丢石子有没有什么门道？我认为苏选手应该是在练习手感。练习手感？大家或许不知道，在野外，如果有一手精准的投掷术，该有多么重要。大型动物或许没用，但是投掷石子对小型动物的杀伤力却很大，比如兔子、山鸡、松鼠等。原来是练习投掷术啊！我还以为是个二傻子呢。学到了，原来是这样。这根本不像是练习，就是丢着玩。你们懂什么？这是在适应手感。胡说，就是瞎扔。选手这是在适应石子的手感。啊，真打中了！这么厉害？蒙的吧？这距离有20米吧？不是哥们儿，我只是随口一说，你来真的。别挣扎了，死在我手里是你的荣幸。沉甸甸的，起码1斤半，这下午饭有着落了。不枉我丢了1个小时石子。检测到龙国选手苏寒利用石子狩猎到松鼠，触发物资返还机制。恭喜龙国获得刚死的松鼠1万只，物资已经随机分配到各大庇护所内。还有这种好事？李教授，我没有听错吧？咱们这就获得了物资返还？是的，你没听错。刚刚导播给了我画面，京城庇护所多了700只松鼠。有肉了，有肉可以吃了。我已经2年半没吃过新鲜的肉了。刚刚是哪个傻子说我苏神的？快给苏神道歉呢！对，所有诋毁苏神的都不许吃松鼠肉。让你们嘴贱。我虽然是官方工作人员，但待遇和大家一样。看到新鲜的肉出现，试问谁能不激动？道歉！李教授不愧是李教授，大部分都在质疑苏神的时候，只有他稳如泰山。李教授是行业明灯，李教授和苏神最强搭档。难不成苏寒选手真的是在练习手感？李教授，请您分析一下。即便是投掷术高超的野外求生达人，也不敢保证石子的手感是否适合自己。所以苏寒选手刚刚看似随意丢着玩，实际上是在适应手感。我敢肯定，只要他勤加练习，肯定能狩猎到更多猎物。李教授说的对，苏神好强，李教授好厉害，最强预言家。西巴，
用石子狩猎松鼠。shit！ 运气竟然这么好！八嘎，只是松鼠罢了。等会儿我们的选手会狩猎猛兽和各种鱼类，你们现在移民过来的还来得及。说得对。松鼠这么肥，老巢里肯定有存货。你已学会被动技能伐木，目前等级1级。嘿，有了！啊，还有这操作？可怜鼠鼠辛苦囤的过冬粮被大魔王全部打包了，我还以为他要在这儿建家，结果是打劫鼠鼠。等等，这也太多了吧？大概6斤半，去掉外壳表皮，能剩个4斤。2个月后就是冬季，大雪封山，没法出门狩猎，这些坚果可就是救命粮食了。终于找到水了，快喝啊，哥！如果上游有动物尸体，这水喝下去可是要命的。苏神嚣张归嚣张，可戏是真的戏。刚才袋鼠国女选手就是没藏物资去游泳，结果猴子把她的东西都偷了，现在衣服都没了。细节决定成败啊，这可不是真人秀，物资没了命就没了。水源没问题，即便山泉水大概率能直接饮用，但还是尊重下龙国传统，烧开再喝吧。没有生火工具，只能用古老的钻木取火。下山的时候，我沿途就把材料全收集好了。被动技能木匠经验正在提升。制作钻花很简单，看我的。要先在附近找根弧度合适的树杈，最后还差个弓弦。嘿，这不就是现成的吗？居然想到用衣服上的绳，这脑子转得太快了。真正的强者从不抱怨环境。检测到宿主正在钻木取火，恭喜您学会技能钻木取火。加油啊！德爷那边还在吃蜗牛呢，苏神冲冲冲！被动技能钻木取火提升到2级，掌握了一些技巧，额外增加5%成功率。被动技能钻木取火提升到3级。成了，厉害啊！5分钟，钻木取火5分钟，这还是人吗？德爷还在生吃蜗牛，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。天哪，苏寒选手这么快就生好火了！导播，帮我切一下贝爷和德的画面，看看他们在做什么。嘿，我的观众们，你们看到了没有？这是蜗牛，一种能吃的蜗牛，它蕴含的蛋白质非常丰富，味道很有嚼劲儿。笑死了！刚刚想移民的那些牧羊扭呢？站出来啊！苏仙火都升起来了，德爷还在生吃蜗牛，不知道提交移民申请的人后不后悔？蜗牛，笑死！能跟松鼠比？我刚刚看到有3万人提交了移民申请，现在后悔都没地方去了吧？我的打火机还能用很久，这才是真正的优势。贝爷强的是背后整个团队，论荒野求生，还不如德嫂。大清都灭了，有些人还是站不起来。钻木取火都能这么快，给苏神一个打火机，他能上天。李教授，您觉得咱们选手的生火速度怎么样？
很强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？苏韩选手不管做什么，都是提前有所准备的。他在拿到物资的时候，就已经想到要钻木取火，所以下山途中，他不仅练习投掷，还把沿途干草和适合生火的木棒全准备好了。短短几分钟就能把火升上来，绝对是达人中的达人。哪怕是德爷贝爷来了，也很难做到如此迅速。我们龙国有救了。内脏不能吃，野生动物的内脏极易携带细菌，但可以留着当鱼饵或陷阱诱饵。石头导热，火不直接碰锅，这样可以延长锅的使用寿命。细节，全是细节。这人是荒野百科全书吧？技能投掷石子提升到3级。好吃，入口满是松子的香味，肉质有嚼劲儿，简直比牛肉都香。这就吃上了，这到底是求生直播还是吃播啊？苏神，您吃就吃，别逼鸡嘴啊！看得我都饿了。突然想起苏神刚刚的宣言，他真是来度假的。这一口肉汤下去，整个人都精神了。在这里取水方便，但食物太匮乏了。一旦大雪封山，光靠那点坚果可熬不过冬天。最好是湖泊或海岸，有鱼线可以垂钓，还能编网。靠海的话，还能提炼盐。走，出发，找个地方建庇护所。这是鹿粪，小溪附近有鹿活动，鹿皮可以做衣服，鹿肉能吃，鹿瓤壮阳，鹿筋还能做弓弦。如果能做出一把弓箭，有系统在，弓箭熟练度肯定能无限提升。到时候别说是鹿，棕熊来了也得给我立正。我就知道这里有货，整整4个小时，肚子都饿扁了。刚哥厉害，可惜没触发万倍返还。人活着就行，只要钓得到鱼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刚哥加油！检测到猴子国选手阿泰采摘到野果，触发万倍返还，恭喜猴子国获得未知野果1万枚。好吃！别抢了，这果实有毒！好不容易获得的果实，竟然是有毒的！快去，告诉选手那果实有毒！可是国主大人，传讯需要耗费10%的国运，那也比死了强，死掉直接扣20%。国运扣除，连线中。差点就吃了。青鹧果表皮有剧毒，触碰会令动物强制发情，半小时内不发泄，男人直接萎掉，女性每天腹痛。如果直接服用，则导致神经中毒，最终猝死。但如果去掉酵皮，用水清洗，则可以安全服用。好变态的果实！这果实的毒性也太变态了吧！触碰就发情，服用就猝死。冰冰小姐，我刚收到内部消息，猴子国的青鹧果已经被销毁的差不多了。如果这个时候告诉猴子国青雉果的正确服用方法，一定会非常有趣。李教授，你太坏了！够恶心人，我喜欢。猴子国刚才还在炫耀，现在傻了吧？如果翻过这个坡还找不到合适的地方，只能找个背风处过夜了。第3个了。
成功率才30%，还是差了点。第3个了，还差了点儿，这是人话吗？第1只还能说是运气，第2只是偶然，第3只这就是纯实力。德爷还在挖蚯蚓，苏神已经在囤肉了。这是……这里简直是建造家园最好的地方，目前而言没有之一。哇，这地方也太好了吧！有湖有树有平地。第1天就找到这种地方，什么运气？不是运气，苏神是从高处观察过地形才往西走的。比别的地方整体偏高，排水问题几乎不用考虑。你已学会被动技能采集，目前等级1级。先烧一片，蚊虫鼠蚁遇到火会朝其他地方逃窜，直接睡这种地方，万一夜里被什么东西咬一口就搞笑了。细节控，烧地驱虫这招我是真没想到。荒野老手，这才是专业。香，爽。虽然开局一穷二白，但总有一天我会打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乐土。苏神白天走了一整天，晚上还学习，太拼了。不学不行啊，猴子国就是前车之鉴。隔壁德爷用了2小时才生火，苏神几分钟就搞定。检测到宿主正在入睡，恭喜您学会了被动技能睡眠，提高睡眠等级将有效提升睡眠质量，并可以随时随地入睡。还能这样，不错，可以随时随地睡觉了。还是冷，夜里的气温比我想象的还要低。昨晚要是没生火，睡一宿非得感冒不可。今天必须把庇护所搞出来。没房子，就算猎到一头鹿，也得被狼叼走。鸭子，活的野鸭子！哇，有湖有树有鸭子，这地方资源太好了，苏神真会挑地方啊！是鸭子，看到鸭子，我想吃烤鸭了。绿头野鸭，这要是烤熟了，肯定很美味。不行，这东西胆小如鼠，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嘎嘎乱飞，没弓箭狮子根本够不着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它们会飞。傍晚等它们回巢，就算抓不到鸭子，摸一窝鸭蛋也不亏。苏神怎么转头走了？不抓吗？他说等傍晚鸭子回巢，先建家。这规划能力太稳了，一点都不上头。伐木6级。好厉害！苏神真是大学生吗？他其实是伐木工祖师爷吧？10分钟3棵树，伐木场工人集体沉默。每一幅都同一个落点，这节奏感绝了。才6级，还是不够用，得歇半个小时回体力。晌午了，哟呵，吃的自己送上门了。松鸡这东西笨，但它会飞，石子打不晕，得换个法子。还需要一个套索。
成了。不能出声。潜行3级。鸡哥，来吧。感谢鸡哥现身，今晚可以吃小鸡炖蘑菇了。检测到龙国选手苏涵活捉松鸡1只，触发物资返还机制，龙国获得松鸡1万只。抓到了，松猴还是活捉？不是打死，是活捉，活的松叶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我们以后可以圈地养鸡，天天有肉吃。松鸡还能活捉1万只活的，苏神就是我衣食父母。按照吃播定律，这个时候得来一句“粉丝先吃”，但既然全国观众都有了，那这句话就免了。哈哈哈哈！苏神好懂吃播，我家已经抓到了活的。感谢苏神打赏的松鸡。不过，这鸡该怎么吃呢？烤着吃不行，松猪肉质紧实，直接架火上烤肯定发柴，而且我手头就一壶盐，什么腌料都没有。不如去林子里转转。刚才伐木的时候，我好像看到有蘑菇。小鸡炖蘑菇，这可是咱龙国经典梅菜。蘑菇的鲜配上鸡肉的香，炖出来那汤头不仅好吃，还营养丰富，一顿顶2顿。下午盖房也有劲儿。小鸡炖蘑菇，东北名菜荒野版。苏神，你别说了，我听得更饿了。荒野求生，活生生变成美食篇。不过野蘑菇不能乱吃，有些看着漂亮，咬一口全村吃席。还好我认识蘑菇。运气不错，第一个就是褐碗菇，个头大，味道鲜美，营养也高。等等，褐碗菇一般只在下雨前2、3天才冒头，空气也湿乎乎的。兄弟们，2天内会下雨，不是毛毛雨，很可能是一场大雨。蘑菇还能预报天气，苏神别吓我，赶紧盖房啊！地堡下雨真成地下游泳池了。小鸡炖蘑菇得快做，吃完就得拼命盖房。雨来之前，庇护所必须立起来。羽毛是好东西，做箭雨，做鱼漂，一根都不能浪费。这是在干嘛？直接喝血？这么野的吗？李教授，苏涵选手这是鸡血豆腐，他在做鸡血豆腐啊！荒野求生还能做这个？这就是龙国人的美食智慧。鸡血和水1比1，一斤血5克盐，搅匀了静置，它自己就会凝固成豆腐。老外想破脑袋也想不到。我看了10年荒野求生，第一次见做血豆腐的。老外只会茹毛饮血，咱直接上火锅食材。这就是文明差距。成了。滑嫩咸香，这才是活着。苏神，你吃就吃，别吧唧嘴啊！看饿了谁负责？看着好好吃，我也想吃。吃饱了，现在开工建造庇护所。没有铁锹，那就自己造一把。冬天不会等我，但我的手艺可以追上时间。好强！苏神硬生生手搓了一把铲子，我已经预感到苏神要整大活了。第一步完成，接下来给我自己造个温暖的家。检测到宿主正在进行挖掘行为，恭喜您，被动技能挖掘已激活，升级后可降低体力消耗。挖坑也能触发技能，
这系统倒是实在。挖掘经验+1，挖掘经验+1，技能挖掘提升到4级。每一次挥铲都更省力了。这个被动技能比我想象中实在。饭米了，苏神这是要挖多深？等等，这是地堡式庇护所，就是一半在地下的房子，保暖性极强。半米不够，至少要1米半。冬季不会跟你讲道理，温度流失是物理法则，一半暴露在空气里，一半藏在泥土下，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方案。技能挖掘提升到6级，当前效果每次挖掘减少15%体力消耗。完工了，1米半的大坑！天哪，一天就挖完了，这还是人吗？但是有个问题，地堡式庇护所下雨怎么办？门口是凹坑，下雨直接养鱼啊！也许有人会担心下雨，地堡式庇护所的排水是致命弱点，但谁说我会留着这个坑等水灌进来？苏寒选手建造地堡式庇护所的思路很清晰，但观众们的担忧不无道理。排水问题如果不解决，冬季反而会成为致命陷阱。确实，不过以苏寒刚才展现出的建造能力，我有理由相信他已经想到解决方案。现在让我们先看看其他选手的情况。没有净水器、竹子、石子儿、木炭，大自然已经把材料备齐了。3层过滤，比袜子靠谱。阿刚稳住了，简易过滤器，教科书级别的操作啊！袜子过滤器很有味道的净水。真是太好了，我们的选手阿刚也稳住了阵脚。干净水源是生存第一要素，这一步走对了。让我们看看其他国家选手。导播，信号是不是切错了？斯科维，姨娘，只有你才是我的救赎啊！八嘎！快停下这恶心的动作！我们大樱花国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这个废物被一条鱼勾引了，为什么让这种混蛋去求生？我要杀了他！这位是真饿了。贝爷吃老鼠我能理解，这个我理解不了。导播是懂节目效果的。导播，请切到下一位选手。这位选手的精神状态可能需要节目组关注一下。等等，那是老鼠？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荒野求生大师吗？有没有董哥解释一下，贝爷怎么混成这样？我盯1天了，贝爷抽到的装备和苏神差不多，但表现天上地下。他被野猪追杀，差点没命，能吃上老鼠已经是上天的恩赐了。导播，请问贝爷抓的这2只老鼠返还了吗？2只老鼠都已返还，目前英伦有10万只活老鼠正四处乱窜。这就是你们的食物，爱抓不抓，活该！天道好轮回，10万只老鼠，想想都起鸡皮疙瘩。这就是差距。看了所有选手，才发现苏寒选手的强大是独一档的存在。短短2天，他有吃有喝，挖好地基做了工具，全球选手中进度无人能及。该去看看那些鸭子的蛋了，顺便把我的木头烧一烧。建造长期庇护所，柱子必须用火烧过才能防腐。今晚事儿不少。这鱼可真大，可惜现在没时间钓鱼。检测到宿主在夜间追踪猎物，恭喜您领悟技能夜视。
恭喜您领悟技能追踪，随着等级提升，可分析的线索将增多。找到了。来得好！挺沉啊，本来只想找几个鸭蛋，你倒好，明天的伙食自己送上门了。检测到龙国选手苏涵徒手捕捉绿头野鸭，触发物资返还机制。恭喜龙国获得绿头野鸭1万只，物资已随机分配到各大庇护所内。鉴于龙国选手苏涵在蛮荒界的优异表现，特奖励所在地资源情报1份。粘土，这里竟然有粘土！竹子是野外的5金店，那上等粘土就是进入陶器时代的钥匙。陶壶、陶锅、水缸，只要有了这个，什么都能造。但光有粘土不够，烧陶需要1200度高温，我需要窑炉，需要木炭，这些我都能做。今晚出来实在太对了，一只鸭子加粘土情报，双喜临门。粘土，天哪，苏神要起飞了！有了粘土等于有锅有壶，生活质量直接飞升啊！诸位可能不知道粘土的价值，有了它，苏涵可以制作陶器，比如水壶、锅、陶罐。锅咱们就不提了，苏涵只有1个，万一破损，吃饭都成问题。有了陶制水缸，就不用每天去打水，还能储存野果，甚至制作果酱。李成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更激动了。陶器文明起步，其他选手还在喝生水啊！这么多，发财了！检测到龙国选手苏涵获取可孵化鸭蛋，触发返还机制。恭喜龙国获得可孵化鸭蛋1万颗，再次触发。恭喜龙国获得可孵化鸭蛋1万颗。苏神，你是国运之子吧？我们科研院已经忙疯了，孵化器全满。又来一批，快！孵化器不够了。这批受过精的，温度控制千万不能出错。上头回话了。废弃的3号孵化场紧急重启，设备已经在路上了。这些野鸭子一旦孵化出来，咱们的鸭肉和鸭蛋供给就稳了。检测到泡菜国选手李正日获取未知果实，触发返还机制。恭喜泡菜国获得灰色果实3万颗。西巴，那鸭蛋一定是臭的，鸭肉也一定是酸的，肯定不如我们的泡菜好吃。龙国又是鸭子又是鸭蛋，我们就是粑粑果实。粑粑味果实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快回苏神那边，他好像遇到危险了。28个鸭蛋，每天3顿，光吃这个也能撑2天以上。怎么突然安静了？不对劲，不对劲，不对劲！检测到宿主察觉危险的杀意，恭喜您学会技能危险感知。有东西在盯着我，而且很近。危险感知被大型野兽或敌人盯上时，将轻易发现它们的存在。有意思，如果就这么站着不动，是不是经验能一直涨？苏神，你别玩啊，快跑！人在极度恐惧的时候会假装镇定。技能危险感知提升到2级。想跟我耗，那就看谁更有耐心。天哪，竟然是狼，咬死淋血的那种狼！苏神拎斧子啊！冬天的手套，这不就送上门了？冷静，咱这次真得冷静。要是被咬伤，你可没地方医治。别像淋雪一样被咬死了。吃了它，龙国国运完蛋了。狼先生，出击吧！我们阿美利达漂亮国相信你的厉害。恭喜宿主在无声的对峙中学会了气势技能，有几率从气场上压垮敌人。技能气势提升到2级。完了完了！
叫什么？给我死！去死！去死！去死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赢了！龙国选手苏涵成功击杀大型野生动物灰狼，作为第一个击杀大型野生动物的选手，获得10点国运奖励。当前龙国国运为65点。夜晚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叫啊！怎么不叫了？苏神好强！龙国的救星来了！龙国有救了！总算是到家了。我的天，半小时一张整皮，我家杀了几十年猪的老爹都看傻了。这凹坑就当日志的容器了。这头狼看着瘦，油水还不少，这得有7、8斤。这些油一半日志皮子，另一半等房子盖好，可以做一盏油灯，晚上做事就方便了，也不用担心在屋里烧火中毒。油灯，苏神居然还会做油灯，这生存意识绝了！现在该犒劳一下自己了。太香了！苏神，你做个人吧！汁水这么多，光看着都香啊，馋死我了！接下来的画面可能有点恶心，建议小朋友们不要看。检测到宿主正在揉制狼皮，恭喜您，学会技能，揉制等级越高，处理兽皮就变得越简单，且处理会更加高效。洗刷刷，洗刷刷。哦哦哦！观众朋友们，这不只是一张狼皮，这是冬天的门票。当其他选手在寒风里瑟瑟发抖时，苏涵已经有了制作保暖衣物的资本。这一下，战略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有没有办法定位他，然后做掉他？绝不能让这个人继续发展下去。很抱歉，大首领，所有选手的坐标都是随机且加密的，我们根本找不到他在哪儿。恭喜宿主学会技能建造，建造时降低5%体力与出错概率，提升建造效率。系统真给力，1级就降体力，省力气的好东西。第一面墙稳妥了。技能建造提升到5级，当前效果降低10%体力，提升20%工作效率。啊！建造庇护所这么简单吗？地堡雏形这就出来了。德爷还在找山洞呢，咱这边快住上豪宅了。一把斧子，半天4面墙。苏神从不吹牛，突然有种我上我也行的错觉，怎么回事？屋顶必须今天搞定，单斜面，东高西低，雨水直接溜走，比人字顶省1半材料，工艺也简单。一把斧子干出全套木工活，苏神这手艺绝了。这榫卯结构不用1颗钉子，比钉子还稳。看得我下巴都掉了，真就是手搓豪宅。成了，后面就照这个来。只有1个斧子，我竟然盖了间这么好的房子，嘿嘿，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家了。苏神叉腰那一下帅炸了，自豪感溢出屏幕。牧羊犬呢？你们不是喜欢吹老外吗？出来走2步。看看这豪宅，再看看其他选手的狗窝，差距不是一般的大。门口得垫石头，不然下雨全是烂泥。但现在去河滩，算了，今天早点休息吧。
完美。又腥又柴，这时候要是有咸菜辣椒，我能吃一锅。西巴，为什么让我参加这种垃圾游戏？我不想参加了，妈。哦 shit！ 上帝不要这样对我！全都完了，全完了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国主大人决定消耗5点国运援助凯瑞选手。终于出手了，再不出手人就没了。45点国运了，这要再死人直接崩盘。5换20，数学上是赚了，但这选手也太不省心了。枫叶国人民心脏受不了啊！耶！我发誓这次一定好好活下去。你最好是长点记性，这么好的开局都能被你玩成这样，长点脑子吧。篝火不清理落叶，这基础常识都不知道。对比龙国选手，我们的像个低能儿。我已经跟家人商量好了，明天就移民龙国，再不去排队都排不上了。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。检测到宿主正在运动热身，恭喜学会技能运动，增强肌肉力量，改善心肺功能，提高关节灵活度。持续的运动会额外提升经验值，如果连续打卡1周，将小幅度提升身体素质；如果连续打卡1个月，将或大幅度提升身体素质。请注意，每天运动的时长不能低于半个小时，否则打卡失效。竟然触发任务了！体质不断增强的话，岂不是可以一拳打爆一头牛？回头再找国家要点武术秘籍，那还不得起飞？第8套广播体操，苏神唤起了我学生时代的记忆。666，没有配乐跳得还这么标准，不愧是苏神。打卡完成。连着3天顿顿吃肉，居然会腻。我这人也是难伺候。防水，今天必须搞定。这雨说来就来。苏神的瓦工手艺居然也这么强，你还有什么是不会的？这一刮太解压了，比看修驴蹄子还舒服。工具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苏神给大家上了一课。第1层泥粘树皮，再抹第2层泥，附第2层树皮，双层防水保险。等麻绳做出来，再加固一圈，能扛大风。要干的事儿还挺多。下雨前把石头弄回来，门口得垫台阶。野葱。野葱，苏神这眼睛开过光吧？这么大一片，做葱蓉白切鸡能吃到过年。恭喜苏神，出门就有收获。苏神简直就是行走的寻宝雷达。种子，这些花苞里的种子能种出新葱，在家门口种一片，以后随吃随拆。检测到龙国选手苏涵采摘野葱，触发物资返还机制。恭喜龙国获得野葱10万颗。提示：物资已经随机分配到各大庇护所内。又触发返还了10万颗，龙国葱农狂喜。苏神只要出门必有惊喜，这定律稳得一匹。以后咱们也有野葱吃了，感谢苏神。照这速度，不出1年，龙国物资能翻好几番。野生薄荷。赶上了，就差1点。
一整天就吃了几个野果子，热量连爬树都不够。这雨再不停，今晚怕是熬不过去。八嘎！你为什么要折磨我这位天照大御神的后代？我要杀了你！斯密马赛，老天爷，我不该骂您，求您原谅我这个低级蠢猪！哈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1秒前嚣张，1秒后磕头，这变脸比翻书还快。天照神的后代就这骨气。老天爷，刚才谁骂我？哦，是你小子。苏神那边岁月静好，这边喜剧专场。没了，全没了。宅男选手野外生存等于送人头，火柴没了等于宣判死刑，除非用国运救人。这个白痴连避雨都不会，现在火柴彻底报废，他接下来怎么生活？属下失职，请国主息怒。国主大人，波多已经没了，若再损失彻野，我们樱花国将损失20点国运，岌岌可危。你说的对，但不能白白帮他，让他为我们付出。他妹妹不是还在京都庇护所吗？你所在的国度牺牲国运对你进行帮助，并开启现实通话。车野君，这次我们牺牲国运帮你渡过难关，希望你能以这个山洞为据点，为我们大樱花国带来贡献。嗨，国主大人，在下知道了。这月的支援机会已经浪费了，希望你不要辜负我们。对了，你妹妹已经接到京都庇护所里面了，你也不想让她失望吧？请国主放心，彻夜一定竭尽全力活下去。等等，他笑了，亲妹妹被威胁居然笑了。我截图了，那表情绝对不是劫后余生。这眼神，这家伙一直在演。好家伙，樱花国主被当猴耍了，还沾沾自喜。下雨出不了门，正好把桌椅打出来，剩下这些华木拼一张桌面刚好够。12级木匠技能不是吹的，这卡槽分毫不差。木匠技能提升到4级，专注状态下工作效率提升20%。就是有点硌屁股，回头弄张兽皮垫上。歪特，我们选手还在淋雨，他家具都打好了。说硌屁股旁边就挂着狼皮，顶级凡尔赛。人与人的差距比人和狗还大。这松弛感绝了，外面下大雨，他在里面跑茶。贝爷还在树洞发抖，这边已经过上退休生活。其他选手3天饿9顿，苏神在这研究百科全书。防水没问题，再加固一次就彻底放心了。冬天快到了，薄荷种屋里，没事跑茶正好。大早上给我看饿了。我在庇护所啃压缩饼干，他在庇护所吃炖狼肉。加了野葱就是不一样，这味道绝了。狼肉撑不了几天，鸭蛋也吃完了。趁还没入冬，再去湖边找找。这场雨下完，蘑菇也该冒头了。都下水更好，没人打扰我偷蛋。想跑，晚了。16级的投掷术，跟你闹呢？我昨晚边看书边扔石子，卡了半宿 bug 练出来的。别人睡觉他练投掷，活该苏神领先。老外看傻了，这是石子还是左轮？第2个来了，又是爆头，准的离谱。检测到龙国选手苏涵利用石子狩猎到鸭子，触发物资返还机制，恭喜龙国获得鸭子1万只。检测到龙国选手苏涵捡到鸭蛋，触发物资返还机制，恭喜龙国获得鸭蛋3万颗。3万颗鸭蛋加1万只母鸭，龙国直接起飞。英伦观众现在什么心情？说来听听。就问那些移民的牧羊枣后不后悔？开盲盒出宝贝了，超级大辣条，武士花毒蛇，背上5种花纹，错不了。这蛇大补啊！
这次真见到宝贝了！五彩斑斓的大辣条，冰冰脸都吓白了。蛇胆提升视力，给我也来一颗。3毫克毒死一头牛，大哥你别上头啊！苏神眼里的蛮荒界，遍地都是宝贝。武士花毒蛇，毒素能瞬间麻痹肌肉，一根可能不够，得留个后手。蛇没动，应该在消化食物。只要找到蛇头位置，一击贯穿颈椎，不能让蛇胆破裂。就是现在！15分钟，足足15分钟才死透，这神经反射强得离谱。兄弟们，计划有变，今儿晌午吃蛇肉。恭喜龙国选手成功击杀超罕见物种武士花毒蛇。首位击杀者奖励10点国运，点测到龙国选手苏涵狩猎超罕见物种，触发物资返还机制。龙国获得武士花毒蛇尸体1万条。什么？1万条？苏神好强！这蛇到底有啥用啊？苏神这么激动。你们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高兴吧？答案很简单，武士花毒蛇体内共有5颗蛇胆，吞服后不仅能增强身体素质，还能提升视力。超级大补药！我要吃，我要吃，我要吃！瞬间明白为什么叫超罕见物种了。这是战略性物资啊，苏神厉害！来人，吩咐下去，所有蛇胆全部看管起来，这是最高级别战略物资。是。蛇皮可是好东西，若是处理得当的话，能做水壶、腰带、储物袋。荒野里什么都不该浪费。上帝偏心龙国人，为什么不是我们选手有这技能？酸什么酸？物资遍地都是，你们选手废物罢了！哈哈哈，老外破防了。天道好轮回，懂不懂？这叫实力，运气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还行，没什么怪味儿。生吃啊？不怕寄生虫吗？疯了吧？这能直接吃？武士花毒蛇体内有特殊毒素，对人体无害，但能杀死所有的寄生虫，所以直接吃没事儿。咦，倒胃口，丢了丢了！鸭子好惨，死于蛇口又被嫌弃。苏神洁癖犯了。喂鱼吧，说不定能钓条大的。苏神这也是物尽其用到极致了。荒野第一人没跑了。香菇味道鲜，平菇能吃，这个小的也是食用菌，得抓紧采，最多3天全得烂掉。这天气适合晒蘑菇。雨后春笋，蘑菇也一样，不采就浪费了。苏神效率太高了，别人在求生，他在囤货过冬。这蘑菇够吃1个月了吧？糟了，蛇胆的药效要爆了。苏神脸色好红啊，体温得超39度了吧？苏神快想办法！这药效也太霸道了，苏神能撑住吗？苏神一向谨慎，应该没事。哇，这肌肉我爱了！苏神，我能不能摸一下？啊，这也太好看了，爱看爱摸。冰冰，你看，这是他之前的身材，这是他现在的。肌肉明显增加，但不是蛋白粉催出来的那种。蛇胆燃烧了脂肪，增强了肌肉纤维。那如果1万条蛇胆给士兵服用，那就是1万名超级特种士兵。武士花毒蛇被称为超罕见物种，名不虚传。握力至少提升了30%，这感觉
爽！一拳能打死熊了吧？苏神超进化了！快去找狼报仇！上次不是差条裤子吗？忘记了，我的蛇肉。还好还好，锅烧坏就没热水喝了。好吃，口感劲道，像鸡肉又不柴，鲜甜里带一丝香气。以前听说吃毒蛇肉会上瘾，我还以为是谣传，现在真香了。这蛇肉看着也太嫩了，看得我都饿了，好想吃。精力太充沛，趁着天气好，继续搜物资。5颗蛇胆的能量啊！这状态不去打猎可惜了。苏神又要去搜物资了，希望能够触发物资返还机制。野玫瑰果，终于找到了。每100克含维生素 C6000到8000毫克，有了它，整个冬天都不缺维生素。又是好东西，不公平！他是来度假的吧？上帝呀，能不能给我们的选手一点好运？来只狼教训他呀！咋啦？又给你们酸到了？哟，物资遍地都是，你们没空去搜，怪谁呢？自己没本事就别狗叫。狼来了也是给苏神当床垫的。正愁没地方发泄精力，家里的狼皮裤子，这下能凑齐了。兄弟们，狼皮裤子送上门了。盲猜，以苏神现在的状态，光用拳头都能解决这个货吧？谢谢老外们的祈求，这还没到冬天呢，狼皮裤子就自己上门了，谢谢啊！上次让你的同类跑了，这次你跑不掉了。来吧，一击爆杀！哎，我的裤子，你别跑啊！笑不活了，苏神的裤子跑了。狼在想你想要裤子，但我不想当那条裤腿啊。其他选手看到狼不好是狼，快跑！苏神这边不好，狼的裤子跑了，快追！脱衣服下水根本来不及。哎，算了，今天就放你一马。狼兄这求生欲直接拉满。废话，不强的话就要变成狼裤子了。狼在想，直线加速谁不会？弯道快才是真的快。遇到头没骨气的狼，算我倒霉。杨江。12斤，30块。检测到龙国选手苏涵获得阳浆，触发物资返还机制。恭喜龙国获得阳浆4万块。4次返还，这波血赚。龙爪菜，山菜之王。今天终于不用光啃肉了，虽然秋天大部分都枯了。但这些嫩芽够吃2天的。蓝莓，10几斤蓝莓，这片林子简直是宝库。怪不得那狼看见我就跑，可这还怎么打猎？动物都被吓跑了。宿主可在心中默念关闭被动技能。这才对，不然气势和前行直接冲突了。造个木筏就能去更远的地方，但冬天快到了，造了也下不了水。等等，芦苇。
检测到宿主进行手工艺，习得被动技能手工艺。成了。我喝口水的功夫，芦苇变鱼篓了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些芦苇吗？眼睛会了，手在想，这是我能做出来的。这手速比我太奶纳床垫还快。可惜缺点蒜，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水草多鱼就多，以前在乡下，这种地方抢都抢不到。检测到宿主游泳，习得被动技能游泳。一身精力没处发泄，算了。有这个时间泡杯玫瑰果茶，吃着蓝莓看书不香吗？兄弟们，今天有鱼吃喽！这声比昨天还热闹，得有个5、6斤吧。德爷昨天插条2斤鱼，我还觉得厉害，跟苏醒一比差太远了。5斤鱼加10几个大虾，这早餐也太豪华了。鱼篓是咱们泡菜国的传统技术，龙国的交版权费，思密达。楼上的快醒醒！苏神这手艺是现场编出来的。鲜，好鲜的鱼，一点土味没有。这比蓝星的鲫鱼好吃太多。看来这个世界是纯原生态，水质完全没被污染过。运动打卡完成，运动技能经验加50。凉了有点腻，但野外干活不讲这些，能填饱肚子就行。得赶紧进入淘气时代，不然做什么都慢吞吞的。苏神这干活效率，一个人顶一个施工队，从早干到晚，这体力也太恐怖了。云杉树枝泡水是干嘛的？有没有董哥解释下？应该是做绳子用的。苏神刚才说软化纤维。去看看鱼龙，干了一天活，该吃饭了。这湖里的鱼也太多了吧！光听声音就知道又是一大兜。有了这几个鱼篓，苏神彻底实现吃鱼自由了。兄弟们，今儿咱又有新东西能吃了，瞧瞧这是什么？黄鳝，这得有40多厘米了吧？苏神这运气绝了！我还以为是大辣条。猜猜这是什么？鸭油，是鸭油！我靠，野外还能爆炒！苏神要炒鳝鱼了！热油烹炒的味道真不是盖的。爆炒黄鳝，太馋这一口了。以后饭点还是避开苏寒的直播吧，落差太大了。确实，简直没法下咽。内层用芦苇，外层用泥巴，最后用红砖封锁，4层防护，加上火烫，零下30度都不怕。不过湖边粘土不行，只能做土砖，先练手，再烧陶器。马上就要进入陶器时代了。参草能防勘裂，20乘10，10乘3厘米，太厚不好烘干，太薄又不中用，
这是我精心设计的。教授，苏寒选手这是在做什么？土砖，他在烧制土砖，成本低廉但非常实用。70年代农村家家户户用它盘炕搭烟囱。苏寒选手还没整理地面，我判断他要做土炕。连这都会？太天才了！我们战术室昨天还在讨论要不要场外指导，结果人家早想到了。午饭还是鱼，嘴都快淡出个鸟了。明天必须去东山脚打猎，那头该死的狼，那天要不是他胆小。可以烧砖了。小火预热6小时，这段时间不用照看。太麻烦了，要是能有个陶壶就好了。苏神的进度太猛了，其他选手还是原始人吧。土砖烧好了，我的天，这硬度当武器都行吧？行了，剩下的交给时间，兄弟们，明天见。期待陶器，苏神的手那么巧，做出来肯定是工艺品。一次就成功了，这硬度嘎嘎硬，当武器都没问题。回龙炕，焰到迂回，高效储热。不够用。不抹这一层，烧起来能烫得你睡不着觉。别问，问就是亲身经历。取暖问题这下解决了，接下来就是过上更好的生活。丑是丑了点儿，烧水绝对能用。提示：今天是新手阶段的最后一天，从明天起，荒野求生将进入正常难度。正常难度下，大型野兽出现频率提高，熊族正式加入荒卵世界。从明天开始，每周发布不同任务，选手完成任务可获得随机情报、食物、调味品、少量基础资源及国运值奖励。每次任务设有积分排行榜，第1名有额外奖励。规定时间无法完成，将扣除3点国运值作为惩罚。0点后任务发布，野兽依然不会成群出现。最后，祝你们好运。新手阶段结束的真快，不过任务奖励有意思。随机情报能点亮地图，食物奖励没保质期能存系统空间，出门就方便了。调味品资源奖池里还有一坨牛粪，谁抽到心态得崩吧。不过阿3的人或许会狂喜，但如果是击杀任务，碰上熊该怎么办？熊，危险了！苏神怎么办？泡菜国普断雕已经撞上熊了，要命的血腥会引来的。谁躲我身后啊，西巴！信不信哥分分钟喊来500保镖弄死你！完了完了，欧巴撞上什么了？那松哥还在兜血，肯定是血腥味引来的。千万别回头，千万别回头！这心跳声我隔着屏幕都听见了。等等，国运求生刚刚说熊族加入了这片世界，所以……好臭，所以这是拉屎的地方。他要干什么？天哪，不会吧！
别说，不会收收收！这是一洞下活着的都是狠人，棕熊都窜稀了，还活着。给我一把猎枪，不坦克。我们泡菜没有自己的坦克，反正我要弄死这头熊，气死我了！这装死是练过的吧？太流畅了！泡菜国战狼能屈能伸，拾粪者朴断雕载入史册了。火炕真是舒服，前几天被冻醒的日子总算熬过去了。丁，本周任务发布：狩猎，所有选手需在4天内凑齐32点，狩猎积分。小动物1点，鱼类、禽类2点，大型猎物20点，大型野兽40点，猛兽妖灵0点，单一猎物最多累计16点。击杀猛兽可获得特殊称号，积分榜前15名有奖励，第1名有额外奖励。任务失败扣除3点国运值。单一猎物最多16点积分，也就是说光靠钓鱼根本完不成任务，但杀一头猛兽直接100点。冠军，我当定了。32点积分不难，16点靠捕鱼，剩下的靠燕景抓松鼠、兔子，再不行找松鸡和狼獾。明天先布置燕景踩点，后天伏击。先钓鱼刷满16点，剩下的再想办法。实在不行，半夜去树上摸鸟窝。有了！狩猎水蛇，积分+2。白减2分，运气不错。换我也扔，太吓人了。猴子国选手这波属于意外之喜。看呐，刚起床就有收获，4点积分。这次我要和那个龙国选手竞争冠军，让他明白谁才是真正的荒野大师。第126名。我从凌晨3点就埋伏在草丛里，等了整整4个小时。赞美蛮荒界，羊肉太香了！这次的冠军属于我，乌拉！毛子哥是真的猛，零下蹲4个小时，一晚上不睡觉就为炖1头羊，狠人。苏涵被反超了，竞争好激烈，这羊肉烤得我都馋了。新手大礼包开出的望远镜，平时用处不大。狩猎时就是神器，就你了。你学会了新技能攀爬。今天先拿这2头鹿开刀。半路警惕性极高，背包会发出声响，必须藏好。苏神走路怎么没声音？音量拉到最大都听不到脚步声，属猫的吧？难怪敢大白天摸过去，这前行技术，隔着老远就会跑，苏神却能贴脸。前行技能9级，3米之外只要不弄出大动静，很难引起目标注意。如果有掩体，效果更强。预判，他提前就躲了。这反应速度还是人类吗？雌鹿抬头和苏涵闪避几乎是同步的。猎人与猎物的博弈太精彩了。
5米、4米、3米。第一头到手，家人们，晌午咱可以改善伙食了。恭喜，狩猎雌鹿触发万倍返还，龙国获得1万头雌鹿。你已经完成本周狩猎任务，不会触发惩罚。用这里这样做啊？你获得20点狩猎积分榜已刷新，你已成为积分榜第1名，当前积分36点。冠军又是苏神第一！万倍返还太逆天了，龙国凭空多1万头鹿。白熊国刚追上来就被反超了，差距越来越大。36点积分，任务直接完成了。苏神这效率，其他选手怎么追？还有1头雄狼，今天2只，全都要。既然要拿第1，就要让第2名连我的尾气都看不到。差不多了，这片区域应该就是那头狼的领地。系统，关闭潜行与气势技能。技能已关闭。检测到宿主正在伪装，恭喜你学会被动技能伪装，效果技能熟练度越高，伪装效果越强。不错，又多了一个保命的本事。你已被未知生物盯上，危险感知经验+1，经验+1。来得真快。狼狡猾，那我就比你更狡猾。受伤的猎人加上刚死的鹿，我看你上不上套。就在那儿。苏神这是在干嘛？扛着猎物遛弯？等等，他该不会是在钓鱼吧？聪明，苏神要钓大鱼了。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！来得好！灰狼被你的气势震慑，战斗力锐减。检测到宿主使用木枪杀敌，恭喜你学会被动技能木枪术。搞定！妈耶，影帝，绝对的影帝！等等，你们发现没？他全程没慌过1秒，每一步都是计算好的。恭喜苏寒狩猎到1头灰狼，触发万倍返还，龙国将获得1万头灰狼尸体。苏寒获得40点狩猎积分，当前积分76分，排名第1。还不够。现阶段能有这气势的，恐怕只有熊了。我的天，是熊，绝对是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苏神上头了，前面的肉还没搬回家呢。苏寒正在向声源方向移动。Yes， 兄弟，快干掉这个嚣张的龙国人！天照大神显灵了，干掉这个龙国人！各位观众，让我们相信苏寒的选择，他从来不是一个冲动的人，从来不是。系统，开启潜行，关闭气势。收到，潜行已开启，气势已关闭。不对，狼这么狡猾，不该大白天死斗，除非……原来是为了孩子。灰熊至少300斤，站起来2米多高，手里没趁手的武器，不能硬碰。回去想想办法。入冬前如果能穿上熊皮大衣，那滋味想想就舒坦。还有熊腰子、熊肠、熊鞭，又补又好吃。吓死我了！我以为苏神真要单挑熊了。等等，他临走前在记地形，他该不会还想打那头熊的主意吧？自信点，把该不会去掉。苏神什么时候怂过？可算完事儿了。等下午去山里找点果木熏肉，不然这么多肉2天就臭了。这肉好吃，口感像牛肉但更细腻，还
还有坚果的甘甜，比狼肉强太多了。英伦的德爷，之前第2名不是毛子吗？算了，不重要。现在想想怎么杀那头熊，正面硬刚肯定不行，斧子不够看，挖坑3米还是4米，就算坑挖好，木刺也不一定能杀死他，除非我能从头顶把木枪刺进他的眼窝，风险很大，但值得一试。左边云山林药材，中间松风混交，勉强可用。右边，等等，这难道是发财了？兄弟们，我找到宝贝了！什么宝贝？不就是棵树吗？苏神疯了，找果木怎么成找宝贝了？这树看着不一般，有懂的吗？苏寒选手不是去找熏肉的果木吗？找到果树也不至于这么激动吧？这难不成是肉桂？可肉桂是常青木，这么冷的地方不可能存在啊！这里是蛮荒界，连水果都能吃出粑粑味儿，还有什么不可能？苏神这么兴奋，肯定是好东西啊！教授都站起来了，这树什么来头？不会错了，这是双桂，严寒地带变异种，桂树中的极品。双桂常年常绿，冬天开花，下雪才长，营养价值远超普通肉桂，长期服用能降低冻伤风险。抗冻伤？那冬天不是无敌了？我查到了，龙国每年进口香料被阿桑卡脖子。这下我们不用看阿桑脸色了。龙国香料自由就在今天！发达了，龙国这次真发达了。教授，您冷静点儿。你懂什么？龙国1年有5个月是冬季，双桂就喜欢冷，这意味着我们能大量种植，以后阿三再敢坐地起价，让他们滚蛋。这真是太好了。不能还割，否则扛不过冬天。可以局部采集，给树留条活路。家里肉多，能带多少带多少。光有双桂不行，味道太浓，只能熏肉收尾用，还得找果木。这花我熟，也又是。哈哈哈！兄弟们，又是宝贝，葛根，今晚有葛根吃了。葛根是什么？很值钱。楼上的高淀粉食物，能存1年，相当于主食啊。这一下午发2次财，苏神运气太逆天了。葛根，豆科植物，既能当药材，又能当饭吃。能直接吃吗？不能，它很硬，得煮或者蒸。但淀粉含量极高，切片晒干能保存1年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苏寒冬天过后外出探索，随身带的就是高能量干粮。很多人说苏寒运气好，可你们想想，他第1天什么都没干，整整1天都在找靠近水源、物产丰富的地方扎营。这不是运气，这是眼光。懂了，这叫厚积薄发。别人求生靠拼命，苏神求生靠脑子。有湖有树有草药有主食，这是新手村还是豪华套餐啊？个头不小，背包满了，先回去熏肉，等会儿再来挖。这次用枫树凑合，葛根才是正事。太薄没口感，太厚难熏制，4厘米刚好。可惜盐太少，几百斤肉不够用，不加了。挖个囊坑，能反复用，下雨也不怕。嘿咻，嘿咻，哈！我可真是个天才。自己夸自己可还行？苏神这体力，铁人3项冠军吧？我看他不是来求生的，是来种田搞基建的。
行了，就是现在。这一天天的，累得跟狗一样，怪不得古人要训动物代步。我要是能弄头熊骑骑就好了。在想什么呢？连把像样的武器都没有，就想征服熊？不过熊不行，但狼崽子可以养。今天早上那2只不知道还在不在，晚上去看看。如果没被熊吃了，捡回来驯化，看家护院正好。苏神还想驯熊？别人驯马，他驯狼，格局打开了。第一块到手。不行了，家人们，谁懂啊？这葛根越挖越多，葛根老祖都被我挖出来了，今天真挖不动了。葛根，没想到吧？我会套娃，苏神我的一生之敌，葛根。无数年后，苏神傲立天地间，依然没忘记被葛根支配的下午，哈哈哈。香，葛根好吃，跟土豆一样软糯，还吸满了肉汤，绝了！兄弟们，咱这伙食一天比一天丰富，前天还啃野葱，今天就吃上高淀粉食物了。再给我1个月，我能在这蛮荒界开饭馆。狼肉、鹿肉、鸭蛋，现在还有葛根，神仙日子！别人吃树皮草根，苏神吃香料炖肉。什么情况？我怎么掉到第5了？让我看看，你们到底比我强在什么地方？他是超人吗？德爷也比不了吧？这个我真学不了。啊！这也能算狩猎？我不服！各位观众，我们刚刚收到一段极具冲击力的录播画面。这哪是狩猎，这是生化武器袭击！李教授，这是认真的吗？在蛮荒求生中，活下去才是真理。朴选手虽然方法奇葩，但确实有效。不过，依靠外物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现在，让我们看看真正的强者如何用智慧与力量征服蛮荒。LV13夜视技能真爽啊，看得比白天还要清楚。黑夜只是另一种颜色。关闭气势，开启前行。我就是黑夜里的幽灵。这应该是我白天离开时死掉的那一头狼，一头在这儿，另一头呢？灰熊如果已经回洞，狼崽子就没了。看来是这狼赶走了熊，自己则因为伤势过重而亡。哟，还真被我掏到了。不错，有灵性，以后你俩就给我看门吧。人嘛，总得有点底线。不缺这2张皮子，没必要做缺德事。
最好压一块石头，不然我前脚走，后脚就有人来偷师。丁，狩猎积分正16。看来今天不白出门，不仅捡了俩看门的宠物，还白捡积分。他不是去夜袭灰熊，而是去找狼崽子。苏神选手刚刚埋葬了他们的父母，还压了石头防止偷师。这就是差距。其他选手还在为温饱挣扎时，苏寒已经开始驯养动物。他拥有顶级掠食者的实力，却始终保留着人性的底线。杀伐果断但有底线，这反差绝了。其他选手饿不死就行，苏神养个宠物玩玩。那2只狼崽好可爱，我要被圈粉了。这才第7天啊，第7天，苏神已经实现肉食自由加宠物自由了。观众朋友们，这就是国运战场上的真正强者，而更精彩的才刚刚开始。胆儿挺小。这么大点就想跟我作对，反了你了，哼！恭喜宿主领悟新技能驯化，技能效果熟练度越高，越容易驯服动物，配合气势技能使用，效果翻倍。果然，驯狼和驯狗一样，敢呲牙，就得让他知道谁才是老大，这叫头狼效应。你倒是乖。啊，什么东西？嘿，倒把你们忘了。系统，看看驯化进度。差点忘了，还没给你们起名呢。你有点反骨，就叫大辉吧。你傻乎乎的，就叫二哈好了。二哈表示我谢谢你啊。这么多，天天吃鱼不行，全熏了也不现实。鱼龙每天都能抓这么多，如果挖个池塘养起来呢？不仅现在吃不完的能养着，到了冬天食物短缺时，这里就是永不枯竭的食物来源，鱼还能自己繁衍，以后吃鱼不就简单了？等挖好鱼塘，想吃鱼就吃鱼。不错，今天还有意外收获，真是很久都没吃这玩意儿了。等我忙完，晚上回来炖着吃。护食，在林群里，头狼吃东西的时候，其他狼只能在旁边看着，谁敢上前，咬死。这才对。二哈，你还真是天生宠物狼啊！这里原本有河，它流向哪里？这条河的终点是那个湖。原来是这样，只要清理干净，河水就能重新流进来。如果把河水引到家门口，
我就可以在家门口挖鱼塘了，甚至还可以开辟良田种地。呸！为了种田和养鱼，老子干了！李教授，苏神要挖池塘养鱼了，这靠谱吗？何止靠谱，思路极其清晰。选址必须是活水，水源要干净，别人想不到的，苏神全想到了。这就是绝对的实力碾压，外国选手抓到鱼只会傻乐，苏神直接布局未来。龙国人果然是我们不能理解的种族，有那时间不如去搜寻物资。天照大御神啊，请让雄军吃掉这个狂妄的家伙吧！这些老外太过分了，肤浅，他们只会零元购，哪懂叫长久发展？等等，让我提醒他们一下，苏神拥有的强大木工能力，河水不只是水，是动力源。水力鼓腹机、水力石磨、水力断锤、水力纺车，全套水力机械，苏神都能造出来。天大，这还只是种地养鱼吗？我就说苏神不可能只干表面活，他从来都是降维打击。刚才嘲讽的老外呢，脸疼不疼？一上午才挖了3米，照这速度，通水得猴年马月。但没办法，底下全是石块和树根，想在这蛮荒地界活下去，就不能怕吃苦。河水这么便利，不利用就是暴殄天物。作坊要建，田要种，小麦、油菜、燕麦、大豆都得搞到手，到时候磨个豆腐，煮个豆浆，想想都美。不过想舒舒服服过上好日子，现在还不能歇着。关键他还做了湖泊加固，这是奔着定居去的。前面的苏神早就说过了，他要在这儿落地生根。难怪堵死了，这2块大家伙至少上千斤，想挪动，除非我真成超人了。等等，不泥也行啊，留着正好能挡山洪，把中间的碎石清理干净就行。走！可算成了。老伙计，以后就留在这儿当个地标吧。看哭了，这把铲子陪他挖了整整1天啊！从今天起，这条河就叫苏寒河，谁赞成谁反对？我反对，应该叫苏神河。别急，马上开饭。不错，听话才是好狼。终于学会守规矩了。这俩小东西还挺省心。德爷速度挺快，但对我威胁不大。今天先把鱼塘挖完，明天再狩猎。今天挖鱼塘，明天去狩猎。只是打卡1周增强体质，效果这么变态？不，应该是武士花蛇胆的残留药效被体质增强彻底激活了，这才是真正的体质强化。羡慕哭了，我要有苏神1半体力，你缺的不是体力，是武士花蛇胆。上午11点，体质增强之后，挖个鱼塘居然只用了1上午，说出去谁信？如果直接挖开河道云水，风险太大；但如果在河道里插一根粘土水管，就能完美规避溃堤的风险。现在该去看看成果了。他竟然烧了根水管出来，我还以为要挖开河道呢。半陶制水管确实好用，水流稳定，还不会溃堤。后续移植水草田螺，丰富生态循环。等鱼多了，抓些鲈鱼来养，那玩意儿好吃刺手。才4点半就黑天了，再过几天，怕是4点就彻底黑透。白昼缩短，采集和狩猎的效率会大打折扣。不过对我来说没影响。话说回来，天黑得这么快，蛮荒界的气候要变了。新一轮考验要来了，但苏神完全不慌。单纯靠湖水浸泡树皮制作麻绳，周期太长。以后睡前用土锅煮树皮，不耽误时间。有了绳子，能做的事情就更多了。你这是要拆家？你真的是狼吗？精力旺盛，喜欢拆家，见谁都不认输，所有要素全都集齐了，这不就是只二哈吗？欢迎收看《蛮荒生存之我养了一只哈士奇》。苏神终于发现真相了，这是披着狼皮的哈士奇。乖，好好玩，
争取早点长大。咱家的雪橇和拉磨，以后全靠你了。等驯宠进度上去，带他们出去狩猎，训练捕猎本能，到时候还可以协同作战。如果能成，以后兔子就交给他们。2年没吃过兔头了，麻辣的，5香的。丁，英伦选手德爷成功狩猎1头狼，登榜第1名，当前狩猎积分82点。明星选手果然有2把刷子，前天还不到20分，今天就集体爆发了。明天得动真格了，第1名的奖励我不可能让出去。让那个东方小子看看谁才是真正的荒野王者。荷叶连下2天开凿的庇护所都没有，苏神天天热炕头，身体做鱼状的像头熊。Yes， 我是第1名。灰熊粪便非常新鲜，昨晚留下的，它的巢穴肯定在附近。灰熊体型巨大，直接搏斗就是送死，必须在附近挖大型陷阱，引诱它进去。这是竹子，苦苦寻觅的竹子居然在这儿，天意啊！熊哥，先委屈你一下，我先砍点竹子。不好，惊动它了！别急，熊哥，我还会回来的，一定要等我。没追来。碎石，黑曜石的完美替代品，锋利，常见，做箭头足够了。总长1.2米，直径4厘米，这样的弓用着才顺手，携带方便。成了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正在射箭，恭喜学会被动技能射箭。提示：射箭等级越高，命中率越高。弓臂弯曲平滑，对称完美，这把弓合格。教授，正常做一把竹弓要1到2个月，苏神这样速成的弓能行吗？问在点子上了。速成弓不仅能用，杀伤力还很大，寿命短，性能不太稳定，但哪怕只能用20分钟，也够猎杀灰熊了。制作弓箭对苏寒没难度，我担心的是狩猎那头熊，熊皮非常厚，中几箭不会立刻死。希望苏寒能够采取游击策略，布置陷阱，慢慢猎杀。如果能通话，我一定劝他不要这么拼，杀几头狼也能拿冠军，何必跟熊哥拼命？检测到宿主正在制作石器，恭喜学会技能石器制作。提示：熟练练越高，制作效率越快。这块不错，只需要稍微加工。1点半了，10个小时没进食。苏神工作起来连命都不要了。二哈，主人终于想起我了，呜呜呜。12只，只有2只有轻微质量问题，这良品率相当厉害。他以为有了弓箭就能百发百中，龙国小子只是个大学生，根本没有射箭经验。教授，这算哪门子射箭练习？那也不是弓，充其量是个麻绳绑竹片。为什么不算？天才的想法不是普通人能看懂的。苏神正在脑海中模拟与灰熊的对战。1分钟40点经验，2个小时射箭就能冲上这1石。箭太少了，射1只少1只，宁可练到手废，也不能浪费箭矢。射箭技能已提升至 LV15，当前属性：50米内命中率95%，偏差不超过7厘米；30米内命中率100%，移动射击无影响。熊哥，你的死期到了。二哈，大辉，我现在去给你们父母报仇。今天晚上我们吃熊肉。他说晚上吃熊肉的语气，就像说晚上吃外卖。熊哥说，我感觉有人在点我的菜。熊应该刚走没多久，左前方山坡。
检测到宿主正在制作陷阱，恭喜学会被动技能陷阱。4重陷阱，苏神这是奔着绝杀去的。这战术，退役特种兵看了都直呼内行。天黑前送你上路。第一剑废你左眼，第二剑穿你喉咙，然后你会追我，然后你会踩进陷阱，然后你会死。这准度是开了自瞄吧？我吓得手机都扔了。这熊是人能打的。熊大，我在这里。还没完，3剑全中嘴里。苏神这是把熊当靶子打，这不是狩猎，这是处刑。龙哥说人呢？刚才那个该死的人类呢？衣服战术，苏神把熊当狗遛啊！熊大，我在这儿呢。主攻杀伤力不够，陷阱也困不死他，但我可以不断放血。他瞎了一只眼，喉咙有3处伤口，菊花又多1处，大出血，呼吸困难，视野缺失，速度下降。等他慢下来，就是我近身的时候了。第5剑效果不好，肩胛骨挡住了，得继续打喉咙和腹部。熊哥速度肉眼可见的慢了，大出血奇效了。苏神这是耗死榴弹法，硬生生把 BOSS 磨死，每一步都算好了，战术碾压，纯的战术碾压。教授，苏神跟那头熊赛跑了整整5分钟了。他不是在逃跑，他在消耗它。苏寒的每一步都是计算好的。他要跑。他不行了，但临死反扑才最危险，得用陷阱，再用木枪，我得近身，刺最致命的位置。这一枪，替二哈和大辉的父母还你！结束了。
这一枪直接把巨熊打失去战力了，一击命中要害，这伤害直接拉满了。苏神赢了，我们龙国赢了！作为首个击杀猛兽的选手，获得以下奖励：资源情报奖励1份，国民属性奖励1份，国运奖励1份。龙国选手苏涵成功击杀猛兽灰熊9遍，全球公告连刷9遍，这牌面直接拉满。苏神单杀巨熊，咱们龙国大地真的春暖花开了。德爷好好看，这才是真正的荒野之王！耶！我是冠军，我超越了偶像，英伦观众为我欢呼吧！龙国选手苏涵灰熊176积分。外特，灰熊，那东西是人能杀的？同一个起跑线，这剑法，这战术，这心理素质，他真的是人类吗？跟这种人争冠军，我太天真了。快看德爷，心态彻底崩了，手都在不停发抖。176分，3位数吊打2位数，这碾压差距太离谱了。冠军，先问问苏神手里的弓答不答应？真不容易，但也真值。提示：由于你是第1位击杀猛兽灰熊的选手，你将获得以下奖励：你获得了1份资源情报，你所在的国度全民成年人将获得力量与体力各正3点的奖励。正常成年人的力量大概在20点左右，而体质则是30点。竟然还有属性提升，看来这头熊没白杀。你所在的国度获得15点国运值奖励。太不可思议了！我爷爷瘫痪3年，今天居然能下地走路了。听说有手术室病人心跳停了40分钟，公告一响直接恢复心跳了。这根本不是游戏，这是审计。一位神明真的救了无数龙国人。检测到龙国选手苏涵击杀猛兽灰熊，触发物资返还机制。恭喜龙国获得灰熊尸体2万头。多少？2万头！2万头熊啊！苏神，你就是我的神！我们工地也发了，每人1颗鸭蛋，蛋黄流油那种。恭喜你击杀1头猛兽，获得特殊称号“狩猎之王”。称号“狩猎之王”佩戴后全属性提升2点。全属性提升，爽啊！还真提升。这地方也没女人，算了，还是看情报。燕麦，优质野生燕麦就在南边3公里。兄弟们，哥们儿明天真得去种地了，咱有燕麦了。种地，苏神这是要从猎人转职农夫了吗？太爆笑了！燕麦，燕麦，燕麦，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有粮食了，有肉有粮，国运直接暴涨。这开局就问还有谁？什么情况？熊刚死还真有不怕死的过来。等等，苏神刚才是背对着敌人的，他怎么发现的？这就是狩猎之王吗？这洞察力绝了！教授说是狼獾，荒野平头河，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的那种。想偷我的猎物，来得好！想抢我的猎物，你还不配。恭喜龙国选手苏涵成功击杀狼獾，获得40狩猎积分。火堆必须尽快升起来，不能再让其他畜生偷我的熊。屠宰等级12级了，可以拿斧子破皮，但还是太费劲。以后必须打把短刀。光这一条腿就得有65斤，比之前的整只狼都重。这么多肉怎么储存？没盐没酒，只能烟熏。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，苏神已经开始为肉太多发愁了。苏神在想，别人是求生，我是在玩牧场幼语。我拿命换的东西，是你能碰的。龙国选手苏涵成功击杀灰狼，获得40狩猎积分。
双剑穿井，这是教科书级别的十字剑法。苏神今天杀疯了，熊、狼、欢狼，积分榜要上天。 256分，这个分数已经碾压第2名200多分。从灰熊到狼环再到黑狼，苏神今晚杀了3只猛兽，箭无虚发。256分，碾压第2名200几分。教授，我隐约记得某国人说他们的选手要夺第1。不记得了，毕竟失败者的话没有记住的必要。教授杀人诛心啊！泡菜国说：“你报我身份证号得了。”泡菜国现在直播间标题都改了，正在努力争取第2。本周的狩猎活动至此结束，狩猎冠军为龙国选手苏涵，其狩猎积分为256点。请让我们恭喜冠军的诞生。冠军还不错。特别注意，本次狩猎活动中，某些选手故意摆烂放弃，因此将对他们与所在国家进行惩罚。西巴，我以为车祸就只剩下一个了，有必要赶尽杀绝吗？我本来就这么一点，现在变成负数了。求求你们别走，我们能撑过去。玩真的。你成功领取狩猎奖励，获得物品剃须刀与镜子，白糖1袋，所在国度获得10点国运降临。运气真不错，我还以为要一直用斧子刮胡子呢。这竟然是岩盐！有了盐，那些熊肉就能腌起来，再多的肉都不会坏。苏神声音都抖了，笑死，比捡到金矿还激动。盐等于硬通货，在蛮荒界能换好多东西呢。昨天还在愁肉会臭，今天直接拿到防腐剂。这剧本是苏神自己写的吧？母亲倒在地上，再也没有起来。主人身上有和母亲一样的味道。我的眼泪不值钱，大辉以为苏神也要死了。他是在确认主人还有没有呼吸吧？这孩子太懂事儿了。以后谁再说大辉是逆子，我第一个不服。这家伙不是一向高冷吗？怎么跑床上来了？宠物大辉察觉到你身上有大量血腥味，对你的安全非常担心，训宠进度大幅提升。宠物大辉想起已故父母，害怕你也离他而去，训宠进度大幅提升。原来你是在担心我啊。